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这次带着新作品来了，我们不如先从作品谈起，好不好？好呀。这次的作品拍完之后，整体是怎样的一个感受？你呈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这次的作品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之前拍的戏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偶像剧多一点，里面的一些角色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主角光环，而且人设也会比较完美。而我这个戏呢，它可能每个角色都会有自己的缺点，每个角色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在我看来，它会更加接地气，更加真实一点。而且演的是一个高中生嘛，想到自己的高中生涯。我今天刚刚咱们聊天之前，我还看了一些你在网上的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大家都说张凌赫有一个特点，对自己的定位特别准确，就跟刚刚你说的，大家都说，他知道自己演偶像剧好，所以他就一直演偶像剧，所以这一次还是有点不一样。那么播出了之后，感觉到现在网友的反馈啊，包括你自己看到的啊，跟自己想象中一样吗？这一次的突破？我觉得起码我看我的表演跟我之前的一些角色，我觉得是有进步的，而且我能够感受到我在这个戏里面和在其他戏里面的状态的变化。但是网友肯定也会有不同的声音了。我会看一些对我有指正的，也会看一些对我有表扬的一些评论，我会去分辨这些评论，看他们哪些对我有利，我会去听，或者说哪些对我是有在我今后演艺道路上有帮助的，我也会去改正。所以你平常尽管工作很忙，但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去看网友们对你的一些留言和评价？当然，我自己会去看我自己的播出剧，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弹幕啦，或者网友的一些评价啦，我得去听这些声音。当然肯定会是有好有坏，我试着去分辨一下吧，肯定会从中汲取到一些我可以去改变的地方。出道以来一直都是能够以一个这么冷静的状态去看待这些吗？还是说刚刚入行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些比如说夸奖会很高兴，或者看到一些别人对你的指正会有点难过？其实并不是，我不可能说一进这个行业就是能够这么去分辨他们的好坏的。前2年刚刚开始拍戏，刚刚开始播剧，会有很多声音一下子涌进来，我会非常的不知所措，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声音到底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假的。而且我听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真的会去质疑自己。就当时没有一个辨别力，可以理解为，或者对，没有一个辨别力，而且不太会去排解自己的心态。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但后来，就是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之后，就会慢慢的学会怎么去调节自己的状态，怎么从中去糟粕去精华，然后找到一些适合自己去改善的地方，从这些声音里面去汲取到一些营养吧。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们当代很多同龄人都还挺受用的。就大家可能步入职场，可能你的职场是表演这个行业，我们的职场可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或者奋斗的行业里，但是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都会有，应该是突然哪一个事儿吗，让你感觉突然一下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了？还是说会突然经历过什么？也没有。突然间有一件事儿可能不是，但是我这个行业哈，我这行业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的这种节点都是一个戏一个戏播出嘛，可能经历2个戏之后，下一个戏在播的时候有这种声音，我就会比前2个戏好很多。对，但其他职业我不知道，但是我这个行业可能它的节点性会比较明显一点。这部戏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就说它有一个点其实是一个南北差异，你是南方人，我是南方人，但这部戏的话呢，主要的一些场景啊在北方，有没有一点这种差异会不会带来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点挑战？比如说一些细节上是不是会影响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差不差，但是有一点是差别比较大的，就是食物。对，我们南方吃的比较甜，而且吃的东西比较细。山东那儿，山东大枣、山东大葱、山东卷饼，其实都是比较粗粮的东西。对，就看到之后得表演出一种 DNA 的喜欢，会有这种。我就是我们每餐都会吃那些东西。对。那说到这个地域，还有一个特质哈，也是我们编导今天提示我的，就是说你在里面有粤语戏。有。这个语言天赋好不好？我觉得一般吧。要不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展示啊？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场演下来，说的最正的，或者说最得心应手的，可以秀一把的？我觉得我的名字我应该是学会了。张凌赫，张凌赫。
哦，应该没错吧？在场有我们现场有没有网友懂粤语的吗？鼓掌有没有？江林浩，对，应该对吧？对，看大家都非常认可。其实说回到这个角色吧，我们还要说乔西这个角色。其实乔西这个角色它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它跟家庭之间的关系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你怎么样看待或者怎么样诠释的？给我们讲讲好吧。乔西这个角色，我当时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会突然有一瞬间觉得跟自己特别像，因为乔西是一个理科生，他是一个理科比较好的学生，他是在那个年代非常严格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孩子。我也是，其实我爸妈对我要求也很严格，但我稍微会比乔西好一点，因为乔西他妈妈对他的严格已经近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状态，他妈妈不会让他不跟其他的一些学生交际，控制欲的，对，让他只在家里边做奥数题提高成绩，而且甚至更加偏执的一点是，因为乔西有个哥哥，他哥哥非常优秀，但是在一次意外当中他失去了他哥哥，他妈妈就把乔西当成了他哥哥的替身，就是一直会让对乔西说，你为什么不如你哥哥优秀？你哥哥当年有多么多么的好，你要像你哥哥一样活下去。加了很多东西。没错，就是甚至他妈妈都不把乔西当成蒋乔西，就把他当成他哥哥在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乔西其实他没有自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学下去，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望别人认可的人，但是周围又没有别人去认可他，所以导致他的性格上面会非常非常的缺乏安全感。这一点其实跟我有点相似。这一点跟你像，我以为你说的像只是指前半部分的那个环境。不，我说的像就是爸妈的原生家庭的状况，因为我妈对我也非常严格。她也是一直希望你就是得成绩好，好好学习，一直就去不停的催你学习那种状态。没错，她是我家里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然后我妈会经常对我说：“哎，今天考了90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考100分呢？今天考了98是吗？那你可以考100分了。”就本该可以得到奖励的时候，继续告诉你，你还要更努力一点。没错，而且经常会跟我说，那个其他家的那个孩子多么多么优秀，你跟他学习学习。所以从小到大，其实受到的鼓励很少，一般都是这种比较式的激励。对我来说，我也会非常缺乏的安全感。对，所以这种久而久之的这种状况，会导致一个性格，就是我很难去跟别人表达。我会害怕跟你我会害怕跟对方说真实的想法，我害怕他会不理解我，这种安全感会带到我的所有的事情上面来。然后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呢？当我在学生生涯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我是出来工作之后，跳开了我爸妈的一些所谓的管教之后，我会发现，我曾经的性格确实有点不太对。往往来到了一个非常需要表达、非常需要这种感受啊和这些方面的一个行当里去了。是的，是正好在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促使可能更快吧。其他人如果在别的职场，他们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可能因为这种交流比较多，我会更快的意识到以前的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说到蒋阳熙了，蒋阳熙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找到自己，其实是他会比我更激烈，他是完全跟爸妈有过很激烈的争吵，自己跑到了香港去。他在香港那一段时间非常艰苦，但是他找回了真正的自己。对。那说到现在，其实我感觉像林鹤，你现在的工作其实成绩也非常好，我相信爸妈也是以你为荣的。有没有回过头来跟爸爸妈妈，比如说过年家里复盘的时候，就会说，你看看当年你这个不对，有没有？现在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不会去跟我爸妈说你们不对，但是我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应该多鼓励鼓励我啊，对，你们以后应该多肯定我的成绩。对，可以理解。对，其实回过头来看，现在看当时的状态，跟当时看，真的是理解更深层次。包括有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看的东西角度不一样啊。是这个确实会有。那么说到你这个成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标签，可以说是学理工科的。然后但是呢，你没有学过表演，所以说相对来说，我相信对你的表演来说会带来很多的难点和挑战。会是什么？那么对应的，你学理工科是不是对你的表演也会带来一些优势，是我们看不到的？
当然会有难点，因为专业学表演他们会学很多具体的身台形表。其实对我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来说，其实这方面需要去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但是没办法像他们4年制的学嘛，我只能从剧组中或者说自己下了戏之后去找老师单独学，这是我需要去弥补的地方。我学理工科会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吗？我会有我的一套学习逻辑啊，就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我每个戏播出之后，我会去看这些评论，我会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我经常会喜欢问这3个字为什么。对，我会，可能是我学物理的原因，就是它有一条道理在那儿，我会想为什么会有这条理论，我会去往回推，所以我可能干这一行。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困难，我也会去按照我这个逻辑去解决问题。所以老说到，你说你去补课哈，其实说到表演，我感觉声台形表这几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基本功了。是的，前段时间也和我们人民日报新媒体一起合作了古树的片子。你配完之后，自己对自己的配音打多少分？什么感觉？我给我自己打分哦，那不能瞎说，可能60分，锵及格。觉得为什么打分？我觉得打的比我心里想的低蛮多的。听过太多好的配音老师的声音了，对情感方面啊，那个语序方面，其实都比我好很多，进步空间要很大。那自己评价自己的声台形表，比如说按维度来评价，哪方面稍微满意？哪方面觉得自己最近在努力的补课？最近学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肢体，因为跟周导合作，就是跟樱桃琥珀嘛，跟周导合作之后，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好的老前辈，他们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表演不只是面部的表情，还有你台词的输出、情感的表达，更加是你肢体的一些运作。就有时候你不说话，眼神不动，你就一个抬手、一个肢体动作就能让大家感受到你的情绪。说到这些年，其实林鹤入行，我看到的感受，我感觉就是很顺。其实我自己看来哈，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说拍的戏多，成的作品也很多，所以让人感觉一直都就是一个很顺利的人。但是其实你讲完之后，我相信你的这几年很多的不顺，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是我们可能没看到的，在顺的背后，自己付出的一些东西。就比如你会去补一些课，把一些这些表演方面的功底打得更扎实，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时候被不认可之类的一些？如果让现在的我去回想我这5年的职业生涯吧，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我自己会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期，就是相比我现在的心态来说。但是如果说我当时处在低谷时期的我是不会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就你不会意识到自己这个时候，比如说我挺难的，就是我觉得你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那是什么感觉？挑战多一点。就我打个比方嘛，就是还是说到我这个角色，因为跟我很像嘛，我这个角色他在香港有打过一段时间的工，非常艰苦。当时我跟导演讨论，我说这个角色我该怎么去表现他的这种艰苦呢？是我需要去拍一些那种我打这个工很苦，然后我很难受，我很沮丧，我很悲痛吗？导演说不。导演说你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打这个工的时候，你真的有时间去想你很苦吗？你满脑子只会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工打完，我要去赚这个钱，我要去做这个生计，我要去救我的哥哥付这个钱，你不会去想你有多苦的。只有你有一天你回过头来去想这件事的时候，你才会反应过来说，哦，我那段时间确实经历了一些磨难。对，就是你刚刚其实也很巧妙用这个例子回答我的问题。就很多时候顺或者不顺，好或者不好，难或者不难，是我们看你，但你自己处于自己的情境当中，你不会给自己这样定义。没错，都是第三人称在看你的视角，自己在当事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演了这么多个角色，我感觉我听得出来，其实这个言语之间，你对乔西这个角色是有感情，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听完之后，我觉得，你跟我其他采访过的一些嘉宾有一点点小细节，我觉得不一样。很多演员会喜欢尝试不同的角色，然后我们在形容他们的时候，总是说他们富于变化。但我觉得你是希望把自己一个东西，把一样技能或者说一个角色一个状态弄到最好的一个，然后再考虑拓宽，是一个稳扎稳打型的演员，可以这样理解。
我对我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比较，不能说准确吧，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能力有一个我自我的认知，就是当你有能力、有人生阅历去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尝试。但是在这之前，我能做的就是先认识到自己，因为演员嘛，就是起码有2种演员，一种演员是你有非常大的能力，你可以塑造好每一个角色，那这是很厉害的。另外一种演员是，你就演自己，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人物关系或者说价值观都传递到每一个角色里面，这也是对的。但是在这之前，你不能说去，跨越一些你不能跨越的东西。就刚刚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转型这件事儿嘛，我不会去做一些我能力所达不到的事儿。这句话保质期多久？是只是这2年你是保持这样状态，还是说5年之后，比如咱们再聊天，那个时候的张凌赫会是一个各种角色都会尝试的人？一直啊，这个是一直的。我有能力的话，我一定会尝试。但是我如果觉得我自己胜任不了，那我还得继续学习。就这个保质期是看你个人的状态，你始终是本着自己的状态出发去考虑一个问题。当然。那说完这个之后，其实我们刚刚讨论很多，都讨论到是作品，也讨论了演员。其实好的作品和演员之间是互相成就。你怎么看待一个好作品和好演员的关系？好作品和好演员的关系，你能够给一个好的作品，比如说现在这个乔西这个角色，这部新剧，你能够赋予他什么？他又会给你带来什么？你觉得？就比如说我演这个戏，演樱桃琥珀，我可以遇到非常好的导演，遇到非常好的对手演员，这是我从这个好的作品中吸取到的营养，这是在我演员道路上面其实对我助力非常大。但是一个好的作品呢，并不是演员所决定的。好的作品一定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我自己个人浅薄的认知哈，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并不能成就一个好的作品。所以你相对来说会把你自己放得更小一点。当然，这2个并不是一个并列体，而是一个包含的关系。并不是。但是好的作品里面一定会有好的演员，这是一定的。是的，我觉得你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让我有很多启发。我觉得之前我们老是讨论这个问题是首先是一个并列逻辑，但是它可能本身你得搞清楚演员在这个作品当中的位置，这是一个你的回答。是的。那说完这个之后，那我们单独讨论好演员，好演员的能力有哪些？你觉得？演技，或者说是理解力，还是什么？我自己认为哈，对，就仅是我自己的认为哈，人品对，还有是学习能力。对，我觉得业务能力肯定是基础的，这是不用说，肯定是基础。你不能说零业务能力那不行，但是你一定得有学习能力，你一定得去学。你可以现在技能不算成熟，但是如果你不学的话，迟早有一天会被淘汰的。然后还有就是好的人品，因为我成长于一个比较严格的家庭嘛，所以我对这些会比较排斥，所以我一直把这个东西放在第一位。就根儿正，这个很重要。对。说到那个表演，其实现在很多演员，我就是挺想问一个问题的，因为在我眼里哈，我之前对你的认识，咱俩第一次聊天，我之前很多时候在荧幕上看你，我觉得你是个高产的人。高产，对，作品比较多，对。但是那我从另外一个面说，那么高产是不是意味着质量又会有一些可以再上升的空间？你怎么看这个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我会担心，我前段时间还在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说，如果我1年拍3部戏，那就意味着我可能自己的时间就只有1到2个月。如果我1年拍2部戏，那我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有3、4个月。那我这3、4个月和1到2个月去体验人生，或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其实带给我表演上的进步是不一样的。对，我前2年可能比这2年拍的戏还多，所以说我这2年有计划的在慢慢的去放缓自己拍戏的速度。我想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到底生活中的不同的人是怎样的。因为我发现，其实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吸取到的营养会更多，或者说我遇到更好的角色的时候，我能够承接得住。但是有时候你发现想要做减法，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事情推着你走，你可能有时候没有这个选择的很多的空间了。得有学会拒绝。因为刚刚进入这个行业嘛，必须得让大家看到有我这个人存在。没办法，前2年必须得去拍一些比较多的作品，让大家能够看见我。但这2年其实
慢慢的事业有进步之后，我就会在想这个问题：说如果我要把这个事业做得更长久，我必须要做的这件事儿就是得提高自己。那你有一些没必要的东西就得拒绝掉。那刚刚说到反复说到那个你去体验生活，我相信体验生活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带入角色。你现在要让自己迅速进入一个角色，一般会经历怎样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心得？就是每次看剧本之前呢，对，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这是我一个习惯，可能半个月，可能1个月，我必须去把这个剧本里面的人物关系啊、人物逻辑全都捋清楚，这样我才会有比较安心的进入剧组去拍戏。对。你就闷过头来自己看，因为我接触过有些人，他会跟我说，他喜欢听别人讲剧本，听别人的看法，听别人的意见。对，这还挺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会跟导演，因为创作的现场只有我、导演、编剧还有对手演员，我会跟这几个核心人物去沟通，但我不会去跟更多的人去，就是沟通我这个角色，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审美，每个人都会有对这种性格人不同的理解，太多了我会乱。那刚刚也说到了一个好演员，我们刚刚说的是根儿正哈，那你怎么样定义这个好表演？好表演，对，你觉得好表演有什么特质？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哈姆雷特吧。比如说最近有没有看过哪个表演觉得哇为之一振、为之一感叹的感觉？看到谁的表演吗？有没有？我想想啊，最近看过的影片。你说没空看最近？有最近看，但是你说好的表演，我想想，这得筛选一下，想想该夸谁。影片看的还挺多的。或者你觉得就是包括你就是之前有没有哪个表演看完之后这几年一直拿来当一个案例，或者说是一个标杆？就算我的偶像的那种演戏偶像是吗？我很喜欢梁朝伟啊，怎么说？对，因为他演戏是那种我非常向往的那种内敛式的表演，他的演戏都在眼睛里边。我喜欢的表演，我崇尚的表演，就是像梁朝伟老师那样，就比较往内收。他很多东西都是放在心里边，言语可能没有那么多，表情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能够让荧幕前的观众感受到你的情绪。说到那个，你刚刚也说到，其实演戏的头几年，你会去保证一个数量。那么现在其实换到一些很多的年轻演员，包括一些从业者，他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叫做黑红也是红啊。我得去不停的刷流量啊，黑红也是红，被骂也是红。对，就是我得至少让别人看见我呀。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所谓的黑红也是红，是指我故意去做事儿让别人，就是我得通过各种方式去露出，去让别人看到我。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在我看来哈，是一个非常不符合道德，还上升不了，就不符合我自己价值观的一个东西。跟你的价值观还是挺不相同。对啊。但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一些行业，包括直播也好，带货也好，影视一些行业也好，泛娱乐行业也好，其实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普遍。他们也会说，我也有自己的苦衷啊，那我一直没有保持一个自己的本色，那没有人看到我呀，那我得采取一些方法。那也不能不择手段吧？是吧？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范畴之内，就是已经是不择手段。对于很多追梦的同行来说，他们可能短时间内没有一个高光时刻。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办？你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我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其实就这种冷静期对你来说相对少一点。你要这么说，其实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可能拍了2年戏，通过有一部戏就让大家认识到我，会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们拍了好多年的戏都没有去达到一个所谓的知名度。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他们，我只能说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在顺和不顺之间，你会觉得这几年自己过得确实是相对比较顺。我是幸运的人，对，我是非常幸运的人，而且我能进到这个行业也是我的幸运。说到这个之后，我们聊完表演，聊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说15年的时候《甄嬛传》出海，到现在10年了。这10年里，咱们出海的作品种类越来越多，包括出海的范围越来越广。在你的观察里，对于我们的影视作品出海，有没有你的观察和你的参与其中的一些案例？我的参与其中，那可能我也有戏往海外播了吧？对，有没有收到一些海外的反馈？对，你会看过？会有。我非常欣喜的能够看到说，我上一部戏播出的时候，因为是个中医嘛，有很多海外的粉丝，很多海外的观众都在说，哦，我通过这个戏了解到了中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对，而且
我也看很多国外的戏，我也看很多在国外网站看咱们国内的戏，就是咱们国内的影视剧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题材可以去拍，不同的历史，不同阶段的历史，然后不同年代的一些戏，10年、20年、40、50年，还有甚至以前的古代都可以拍，非常可以展示出我们就是这个国家是一个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很希望我可以拍一部比较现代的戏，不要是中医，就是可以是我幻想一下哈，比较高科技啊，比较那种就是展现尖端科技的一些戏，我希望这些戏可以往国外去输出。因为其实我自己哈，我平时比较喜欢看那些军事新闻，对，我非常爱刷那些东西，所以说我感觉自己做的这一行，通过影视剧这些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口。我可以在影视剧里面展现出我每个朝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可以展现出一些现在中国的基建呐，一些中国的一些尖端科技啊，我可以从影视剧中去体现出给老外去看。我希望说我以后拍的戏都有一个这样的输出。所以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发现你一直在谈就是一个行业，一个门类，但你始终不谈自己。我刚刚想问说，张凌赫被外国观众看到会不会高兴？但你始终在说，我们这个东西走出去。我可能讲的比较大，但是这确实是我一个憧憬吧。那说到刚刚你说到最后的话头，就是说一些比较速食的一些视频，其实现在不少，就包括有很多时候我说看一部电视剧，10几分钟带我看完了，包括一些微短剧，不停的反转很快，你看不看？我看，我当然看，我会看。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对，你怎么看待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观众来说，其实我会留几秒钟去看这个视频，因为确实有些视频会剪得比较好。作为一个从业者，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责任。对，如果说一部影片、一部剧可以用2、3分钟去把它讲完，那一定是这部影片的东西就内容含量太少了。你很多东西，一个故事非常简单，你可以用2、3分钟讲完。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一个作品的层次全部演出来，或者说全部给拍摄出来，我觉得2、3分钟是不够的。它可以有很多挖掘的东西，你2、3分钟口述或者说剪辑是剪不出来的。就是让我们比如说像我们改稿子有一种难以取舍的感觉的时候，这作品说明它东西好。没错。对。那看你比如说我这次看你的新作，网上如果朋友比如说我没有时间，但我看了一部你的20分钟的精华版，你会为之感到高兴一点还是难过一点？你说我吗？对，我会有些难过吧。可能我在那200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做到让你足够停留200分钟的能力。但是我如果解释一句，我说我实在是太想看了，我只是实在是太忙了没办法，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高兴多一点？那你再看一遍。对，所以大家有机会还是得去完完整整的感受一下凌赫带给我们的作品。是。对，说完这个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很多话题也是围绕着流量这个话题展开的。你在不在意流量？我当然在意流量。对，但是我说的流量是就我自己认为哈，流量带给我的什么东西？流量带给我的不是说你变现的一种工具，流量带给我的是一种自我肯定。因为这些粉丝所谓的流量，他们看了我的剧喜欢上我，我觉得是我对我作品的一种肯定。那我后面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作品去支撑这些东西，而不是说就是因为这些流量而去蒙蔽了自己本职工作。看，但是要理性的看。那说到流量，其实是很多人评价一个东西的维度了。那说到评价演员也好，评价作品的维度有很多，有人会说是流量，有人会说是商业，有人会说是拿奖。你心里评价的尺子，评价自己的尺子是哪一把？或者说还是其他的？我更多在乎流量，在乎拿奖，在乎商业。我觉得是我自己的进步，我跟我自己比。你有自己的维度评价？我会跟我自己前2年的作品比，我受不了说原地踏步的我，今年跟去年没有任何变化。我看到了演员其实是一个每天有新东西进来的职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适合我。在我做拍戏也是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能得奖，那当然是最好的，那是观众或者说更专业的老一辈的前辈对我的认可。
如果有一天我有更大的流量，那也是最好的，会有更多的粉丝来认可我的剧。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明年的戏跟今年的戏，甚至说后年的戏跟今年的戏，我的状态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你觉得现在自己这6年做到了这一点？肯定是每年都有进步，我也希望后面我可以保持这样的状态，如果能加速，那就是最好的。当然说到这个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没有变化、没有进步，很多时候会导致在人们心里形成一个固定的人设，或者说被贴上一个很明确的标签。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心里是排斥被贴标签？我特别不喜欢，网上会有很多的我的所谓的标签，其实有时候我看到你自己知道有哪些？就最大的就是不是学霸吧？这个其实我就很一头懵。我来娱乐圈搞学习了。对啊，我只是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高中生，结果被人贴上了学霸这个标签，就很难说。你怎么去解释呢？你说我不是，别人觉得你是在装，我说我是，那我确实跟其他的一些更高资历的人比起来，什么都不算嘛。终于到了被人夸成绩好，居然会感到有点焦虑的时候了。对，这没办法，这是所谓的标签嘛，我不太喜欢这些东西。那说到你身上的标签，我想平常帅肯定算一个，对不对？这个其实也有利有弊，说实话是的。会感觉麻木了吗？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夸你的条件好看，会有一点点尴尬，会尴尬，有一点害羞，有点害羞。但这个撞标签会让自己有一种，就给别人一种固有的形象嘛。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觉得听下来，你不反感标签，你反感的是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标签，或者说是一个不够全面衡量、不够准确衡量自己的标签，可以这样理解吗？这么说吧，我自己都不够了解自己，你凭什么来有一个特别固化的标签来钉到我身上来呢？就是我每年我自己都会在变，不可能说今年的我跟明年的我是一样的。你把一个东西永久钉在我身上，这是让我非常不舒服的。那看来标签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固化的东西，但是在你心中，人是保持变化和变化的，当然是它就是不一样的。你到60岁，你每年都在成长嘛。对，那刚刚说到偶像，你的偶像已经给我们讲过了，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很多人的偶像了。你希望传递给他们什么，或者说你希望跟他们保持一种怎样的交流互动方式？我有很多次跟我的粉丝，就是可能在开玩笑的方式里面说过，我希望每一个我的粉丝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爱好，然后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就可能有时候他们失落了，看到我的一些信息，看到我的作品会开心，这是我想看到我跟粉丝之间的最健康的关系。但是也会有一些比较头疼的事儿了。包括其实谈到粉丝文化，现在很多时候这个饭圈是你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了，而且现在绕不开，每上热搜，包括我知道你也公开喊过话哈，喊完之后效果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吧，但是架不住还是会有那么1、2个、3、4个的情况吧。没办法。包括针对这个饭圈现象的观察，我们再聊得深入一点哈。你希望怎么样的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或者说是通过不停的喊话，但是仍然制止不了之后，你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还希望能跟他们表达一些什么吗？我觉得我能引导就引导，我把我能够做的事情都做足了，这就是我的责任，也是我能做的一些事儿吧。做好自己应该对，而且我说一次之后，如果能有改善，那就说明是有效的。如果到后来还会有这种状况，我还会继续说。因为这是就是我作为他们的偶像，他们作为我的粉丝，我应该去引导他们的东西。但我相信，其实粉丝也带给了你很多的收获和感动的东西。当然。会这么说一些，有没有什么哪一瞬间觉得哇，粉丝在真好？我说实话，前2年，刚刚开始拍戏，刚刚开始有戏播的时候，会收到很多的非议。那段时间我是非常低落的，就直到后来有慢慢的很多的支持我的人，喜欢我作品的人，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之后，我才会觉得原来我做这件事儿也是有人认可的。有这些力量之后，我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这是粉丝带给我的力量，实话实说。包括现在是不是现在也有属于自己的跟粉丝交流的习惯？
吧？是，当然。平常是不是会一般在什么时间？比如说给大家剧透一下，一般张凌赫会拿起手机，这可定不了。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看什么社交软件，告诉大家。我自己都定不了，看我心情，因为有时候可能比较空了，有时候可能突然想到了，我会上去跟大家聊两句。这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好，我觉得今天聊到现在哈，其实时间不短，但我一直感觉凌赫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动态的，你是动态的，你的作品是动态的，你和粉丝、和同行、和前辈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动态的交流的过程。那么说到动态，就意味着你还有很多的梦想和要实现的事情。那说到如果说你的演员梦，我想这个词有点大，现在实现了多少？才刚入门吧，就是我入行才5年，其实才刚入门，我有没有接触过的题材，比如说警匪啊、悬疑啊，也没有接触过很多我喜欢的导演，比如说这可以说名字吗？可以。张艺谋导演啊、陈凯歌导演，这些都没有拍过，也没有接触过电影。其实我有很多的未知的东西等着我去探索。你会觉得现在的决定有没有一点遗憾，还是说一点遗憾都没有？现在就是你觉得我理想中20多岁、30岁的生活状态，会不会有？那时候没有幻想过以后会干什么。当时其实你是甚至说那时候只有幻想过我以后毕业之后就是进国家电网，因为我的专业对口是国家电网。然后至于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让我再做一次选择，我也会继续现在的选择。感觉你聊下来会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自己规划感蛮强的人，但是对于你自己当时大学生职业生涯的规划其实没有很准确的。你说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只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是吧？没有，但是如果你有更多的职业理想，你有更多的往外闯的机会，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去往外闯，因为你出去看看再回来也不迟，有更多可能性。如果说6年之后、12年之后、18年之后，咱俩还有机会在一块聊天，那个时候我介绍你，我可能今天会用青年演员这个词是比较准确的。你希望6年、12年、18年之后在介绍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身份，或者什么样的介绍语？哇，这么展望的吗？有没有？我会说，比如说18年后，我会说有请导演演员张凌赫，或者说是有请制作人演员张凌赫，还是说就是纯纯的资深演员张凌赫？还是演员吧。我觉得我10年8年这个行业还需要很多我挖掘这个行业的时间。所以刚刚我也是挺坏的哈，刚问完你说不喜欢贴标签，我还在猛地问你6年后贴什么标签，12年之后贴什么标签。但是我相信凌赫的以后的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被我们看到。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大家好不好？好呀，回答大家的问题。网友问了说，凌赫呀，这个管理身材有什么技巧？我们现在想减肥，有点焦虑，想吃东西怎么办？想吃东西怎么办？这话我也想问。你要减肥的话，那就得憋住这种欲望，迈开腿，管住嘴，这是最正确的。不要吃什么药哦，千万不要去做损害身体的事儿。健康减肥，对，合理的管理，健康最重要。好的，那么还有一个，这应该是你的老乡，说苏超最近特别火，作为无锡人看没看？说实话我不看足球，但是因为太火了，我看到很多新闻。用家乡话对着我们镜头给无锡的加油好不好 ？OK， 扫车无锡队加油，苏超无锡队加油。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我感觉下一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点把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回锅了一下。他就很简单的说，演员这2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简单一点形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活，意味着事业，还是意味着你的其他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事业，肯定的。意味着学习吧。对啊，因为我就刚说了嘛，就是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我看见自己停滞不前了，会很难受。对我来说，这个职业可以让我持续不断的学习。下一个问题，今年最希望实现什么目标？今年最希望实现什么目标？有具体的也可以有宏大的。今年实现什么目标？你想，今年过去一半了都。对啊，今年还有下半年了，只有。对，准确说下半年希望实现什么目标？下半年希望自己如果有可能进一个戏的话，可以是一个悬疑剧。如果有可能，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在向导演们发出邀请函，也有可能，对，如果有可能的话，目前还是有空档期。没有，这是我的期望，对，这是我的期望。那换一个问题，说到下半年，那上半年实现了什么目标呢？上半年实现
上半年实现了我拍民国戏的目标，也实现了我出去玩一趟的目标。因为我去年好几次说了，我想那个拍戏之后想出去旅个游。对。好，如果下一趟想出去旅游，有没有想什么目的地或者想去哪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没想过，还是现在太忙了没空想这些？哪儿都想去，你说只要出去玩，只要出去玩就是好的。好的，工作强度大时，当然林鹤听完之后，工作强度不大的时候想出去旅游，那工作强度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解压或者放松的方式？很简单，睡觉。对，我会一头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就，我是那种不会记事儿的人，第二天醒来就不会记得之前有什么烦恼的事儿了。所以你睡眠挺好，应该还行，我能睡10几个小时。你像今天，比如说如果录节目相对比较晚，其实我如果录得晚，你像今天我感觉我回去80%是睡得比较晚的，你不会？即使录完说了很多话，你试试回去之后，你还得有一段时间，对，有个就是休息那个进入睡眠状态的一个过程。我教你一个方法，那你教你一个方法，你回去之后跑1个小时步，回去之后跑1小时步，跑1个小时步，洗个热水澡，绝对马上非常想睡。这个很实用哈。对，可以。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做什么？其实刚回答差不多。喜欢展望自己出去旅游的计划，然后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会在家里面打打游戏，放松一下。对，这个问题其实按照我们现在来说，我自己来看得分情况讨论。休息1天是一种安排法，休息3天又不一样，没错，1个礼拜又不一样。是的。展开来说，你休个2、3天，怎么可能出去玩呢？我希望我的旅游是一个长时间的放松，就是不是那种去了一个地方看了一个景点就马上飞回来了。我希望是有一段时间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放松一下心情。如果有这么一段时间，我会选择出去旅游；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在家里打打游戏、看看电影，然后把爸妈接过来陪陪我什么的。好了，时间过得很快，那么也不多占用林鹤的时间了。再一次非常感谢林鹤来到人民日报新媒体在场栏目，更多精彩，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人民日报新媒体。再见。